川普這個又笨又壞的人，真的把美國情況搞壞透，所以川普自己都沒搞清楚，這個中東的荷姆茲海峽的油過不來的話呢，會使得油價上漲，包含了美國的油價，會使得通貨膨脹增加的話呢，所有的老百姓都受苦啊。這種情況下來講，莫名其妙的戰爭是沒有人願意捲進去的，沒有人不知道說戰爭是不能夠輕啟戰端的啊。只有川普這個傻瓜，他被以色列一忽悠，然後就過來了。川普這次借這個機會的話呢，把英國跟法國得罪得非常深。川普會不會輕易的說我不幹了，沒協議我要走啊？他走不成的。川普說仗打完了，現在要拍拍屁股走人哦，但是留下的是什麼呢？錯愕的中東哦，现在呢大失火，還有這個油價狂飆，航道被鎖，這一場仗接下來誰來收爛攤子呢？留下的包括了錯愕的以色列和中東海灣國家嗎？今天一起來做解讀。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美國總統川普最新的發言，他說美軍已經徹底的摧毀了伊朗的軍事能力，而且他還說呢，德黑蘭正在輸掉戰爭，已經開始向我們美國祈求要做一個協議了。話才沒說完。31號他又改口，他說伊朗其實你也不用跟我們談什麼，不必達成任何的協議，我們美國就能夠結束戰爭。好，看起來都是川普一個人在說話，伊朗方面其實沒有做太多的話。那麼川普專家就諷刺說，你川普說了一大堆，就是因為你輸慘了嘛，在現在呢這個時刻開始為自己找一個台階下，所以才會決定要撤退。我們也來回頭看，大家還記得嗎？3月初，川普說要打的這一場史詩級怒火行動，他的軍事目標一共當時列出了4個。那我們今天特別整理出了4大點，他當時喊出的目標到底有沒有達成呢？結果答案竟然是全部叉都被打臉。好，首先來看到第一點，他說要摧毀伊朗的飛彈能力，結果到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伊朗的飛彈、無人機照樣狂轟猛炸。再來，他說要殲滅伊朗的海軍，但是我們看到荷姆茲海峽反而持續的被伊朗給封鎖住了。他說要阻止伊朗擁核，但現在我們看到有關於核彈的部分、核能的部分根本沒有任何實質的進展。川普還說了要切斷恐怖組織的這一些資金，但是我們看到了更多的區域衝突，現在正在海灣國家不斷的擴散當中。來看到伊朗總統他有最新的一個說話了，他說確實有收到來自於美方的訊息，但是呢，針對川普說他沒有在談判這件事情，他說根本就沒有，美伊雙方到現在都沒有任何一場正式的談判。他說了，現在伊朗他也稍微釋出善意，只要能夠確保不會再次的遭到攻擊，伊朗是準備好可以來停止戰爭的。節目一開始，我們也邀請委員特別幫我們看，伊朗一邊說他要把川普一邊說他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時代，一邊又說不管談不談，我們這一次美軍都會自己撤軍。為什麼這樣子來回不斷的改口啊？再來就是川普原本設定要摧毀伊朗的4大軍事目標，剛剛看了嘛，全部都沒有達成，這是代表川普輸慘了，所以決定要撤退嗎？委員怎麼解讀？川普每天真的可以給我们帶來很多生活的樂趣哦，就是在過去大概這10天，我們只要對比一下川普的談話，我還是要強調一下哦，你真的會強烈的懷疑他活在另外一個宇宙裡頭，跟我們不是同一個宇宙哦。大家還記得川普那個時候說了什麼嗎？川普最早說，兩邊已經談了，談得還不錯，所以原本從48小時要延後到5天。然後呢，伊朗的這個方面就立刻跳出來說，恐怕你是自己在跟自己談吧，因為根本沒有人沒人在跟你談。然後接着川普就釋放出來了，說呢，真的在談，而且呢，伊朗馬上就會送我們一個大禮。就過了1天，他就說這個大禮呢，就是伊朗讓10艘油輪通過了荷姆茲海峽。可是問題是，那10艘油輪都是伊朗的友善國家，跟美國一點關係也沒有。那10艘油輪都是什麼中國的啦、俄羅斯的啦、印度的，那是他們跟伊朗喬好了，他們才能夠通過。幹什麼送美國什麼大禮啊？然後接着他就跟你說，川普又來說了，要答應15點條件哦，要答應了之後再來談。結果呢，眼看着也沒有人理他這個條件，他今天說了什麼？他說達不達成協議都不要緊了，我們已經打贏了，我們就要走了。所以剛才這個思敏已經幫大家檢視過了嘛，就在這場戰爭，當時川普給大家訴求的要達到的目的是一項都沒有達到的。我剛才說過了，
原本哈米尼沒有攻擊任何國家，也沒有摧毀什麼美國的軍事設施，什麼都沒有。然後你川普說他是狂人，現在說換上來了一個更溫和的領袖，就是那個領袖他兒子現在還在打你哦。然後呢，荷姆茲海峽原本好好的，什麼問題也沒有，大家就開開心心的通過就好了，就是你幹的好事，結果現在被關閉掉了。然後更妙的是，原本說他們馬上就要有核彈了。那個時候，哈米尼可能還沒有想做核彈。我跟你打賭，現在如果我是伊朗的領導人，我立馬做核彈了。我還不做核彈嗎？笑死了！你現在就在暫時喘口氣，是因為你打不下去了。誰知道你明天後天会不會來啊？我為了要避免你捲土重來，我一定做核彈。所以你看，川普這場戰爭完全沒有達到任何他的當時所提到的目的。原因很簡單啊，因為他錯估情勢了。川普太自大了，他對美軍的實力太有信心了，有信心過頭了。他一直以為說只靠轟炸就可以解決，因為去年的12日戰爭就是轟炸哦，美國最喜歡幹的就是這件事。這樣的他有什麼 B2 隱形轟炸機去炸一炸，丟幾個炸彈，人跑了，你要打他也打不到哦。反正呢，他的大兵也沒到你的國家來。美國最喜歡幹這件事，可是問題是打伊朗這種滅國之戰哦，靠轟炸是沒有用的，你必須要打地面部隊的這個正規的來作戰，才能夠有可能達到目的。川普賭不起啊，他沒辦法的。他如果地面部隊派上來，那就只有死傷更慘了哦。然後第二，川普就很洋洋得意說：“你看，我已經拿到了制空權了，制海權我也拿了，他的海軍跟空軍都沒了。”可是殊不知，現代的戰爭誰在乎你海軍跟空軍啊？對伊朗來講，你要想想看，他是被打的國家，他不是去打人的，打人的需要海軍跟空軍，被打的國家，我把我國土守好就好了，我就算沒有海軍跟空軍又怎麼樣呢？然後第三，他低估了伊朗的不對稱作戰的能力啊。伊朗早就準備好了，伊朗準備了飛彈，準備了導彈，準備了無人機，甚至我剛才講過了，它還是有節奏的推出來，把比較便宜的、比較容易被打下來的，通通都送出來，耗盡了你所有的武器。接下來我的好戏才要上場呢。所以川普完全的錯估情勢哦，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当然只能夠選擇倉皇的夾着尾巴逃出去了。但是還是要回去先前我講的，我是最支持川普的人了。我覺得川普繼續在位置上繼續掌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業才能夠真正的成功。所以我希望川普，你就算夾着尾巴逃回去，也要逃着有尊嚴、優雅跟漂亮，來一個華麗的轉身吧。好，川普這一次打這一場仗哦，可以說現在突然間撤退走人，那留下的爛攤子，接下來包括了石油的問題怎麼解決，我們等一下來討論。另外就是盟友的問題怎麼解決，現在盟友很多都對他非常非常的不滿，這個問題又怎麼解決？我們等一下也一起來看。我們先來看到川普呢，針對於盟友，他有最新的喊話。這一次喊話的對象是英國跟法國，他跟英國和法國喊話說：你們拒絕加入美國打伊朗，所以呢，美國接下來不會再對你們提供任何的幫助。所以他就跟英國說了：好，你要石油是不是？那接下來你就自己去挖油吧。那對法國則是說呢，你真的是一個非常沒有用的國家。那白宮還說呢，川普現在還要求這些海灣國家說呢，我有幫你們打這場仗，那接下來你們必須要一起來分擔伊朗的戰爭費用，這是川普現在擬定可能會來徵收的費用。好，再來荷姆茲海峽的部分，現在看起來真的是被伊朗給掌握住了。伊朗現在開始在這邊，他說了他要做本幣的交易付費之外，還喊到說每一艘船通行過去的價格喊到200萬美元，等於一天伊朗可以賺進2.8億美元的一個這麼高的金額。全球則是油價一直在陪川普陪葬哦，油價最多專家喊了可能上看到每桶200美元。那目前美國的汽油價格高漲哦，這個每加侖4美元創2022年以來的新高，48%民眾都說是川普搞的才會變成這樣。今天有石油的問題，會不會引爆第4次石油危機？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問題是盟友的問題，現在很多人都對川普感到不滿，岳老師怎麼看？哦，這一次石油危機是一定發生的。但是呢，它發生的過程非常戲劇化啊，因為它第一個，它原來根本不必發生的，原来根本就沒有的事情。這47年來的伊朗被制裁的話呢，這個哈梅內伊現在發覺他是個溫和派，你把他殺掉以後，現在他兒子上來以後，國仇家恨啊，這個穆杰塔拉的話呢，基本上為了要報仇，所以這個事情打成這個樣子啊。那我覺得我分3個部分來講了。首先第一個，大家都是受害人了。
因為美國這個$4的這個加侖的話呢，大家要知道，美國這個國家長期來講汽油很便宜啊，但我剛剛算了一下的話呢，就是它1公升等於38塊台幣了，啊，那這個價格的話，對美國人來講，因為大家知道美國的基礎建設是完全用開車為主的，一家裡有一個家4口之家有個7、8輛車是很簡單的啊，所以說都是因為油便宜嘛。那現在的話呢，油不便宜了，那所有人都是情況下，美國是最大的原油輸出國，但是美國的頁岩油在提煉的過程當中，它還是依靠中東進口的石油，這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川普自己都沒搞清楚，這個中東的荷姆茲海峽的油過不來的話呢，會使得油價上漲，包含了美國的油價。美國的油價上漲會使得通貨膨脹，美国通貨膨脹增加的話呢，所有的老百姓都受苦啊。這種情況下來講，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呢，這個美國的這個盟邦啊，就尤其是當然主要講的是英國跟法國啊，那直接講法國沒用，英國就要自己去挖油，然後呢，这個美國好像一直認為北約啊什麼就不要了。但是我們必須要認清楚這件事情。歐洲盟邦的話呢，沒有幫助川普來打伊朗的話呢，第一個就是莫名其妙的戰爭是沒有人願意捲進去的，沒有人不知道說戰爭是不能夠輕啟戰端的啊。只有川普這個傻瓜，他被以色列一忽悠，然後就過來了。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呢，就是說是現在整個所有的這個歐洲的國家當中的話呢，尤其西班牙最強的，他們就覺得這根本是一場不正義的事情嘛，你根本就沒有本來我們現在講的這個世界本來好端端的，現在一下把整個世界都扯破。現在的話呢，大家會發覺，等到以色列真的被攻擊的話，萬一以色列拿出核子彈來一攻擊的話呢，那麼第3次世界大戰就眼看着就要爆發了，那這個還得了，對不對？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是歐洲盟邦沒有來幫忙的原因，是因為伊朗的導彈啊，已經這個就是這個底格加西亞那邊的話呢，4200公里，我算了一下哈，看了一下，就是剛好從德黑蘭到巴黎去啊，也就4200公里，所以說基本上都已經夠到你了嘛，他們怎麼敢動呢？对不對？那現在川普講這種話的話呢，就是只是說那個欺負自己的弱小，但是英國跟法國並不是弱小。那尤其是川普這次借這個機會的話呢，把英國跟法國得罪得非常深。那麼這個最重要的話，那我們現在來講說，川普會不會就是說輕易的說我不幹了，沒協議我要走啊？他走不成的啦。以色列不會讓他走的啦。開玩笑，我們心裡難道不明白嗎？從一開始被騙，對不對？以色列只要講說你這樣的話，對吧？你所有的你還要選舉啊？啊，你行動選舉啊？那以色列在美國最大的遊說團體啊，我跟你講啊，美國現在最害怕的什麼？就會打成越戰了。越戰的時候，我跟大家回憶一件事情啊，越戰的每個禮拜天晚上啊，有一個大籮筐啊，電視上轉播啊，366顆球啊，加上2月29號一直轉，然後抽出來啊，10個，每一次啊。就是這個抽這個10幾個球啊，就在這天出生人就準備徵兵啊，55萬人到越南去啊。那個時候沒有人敢移民越南的了，那大家是嚇得要死。後來發覺沒事了，都想辦法到美國去生孩子了。現在的話，如果真的到伊朗去打這個戰的話呢，你知道川普會面對的壓力有多大？萬一抽到他自己的Barron Trump的時候，那是不是也要走啊？對不對？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美國本身就是很明顯的感覺到，川普這個又笨又壞的人，真的把美國情況搞壞透。當然，我同意你，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沒有川普是不行的。對，他要好好演下去才行。對。好，一方面是美國想要脫身，現在恐怕脫不了身，恐怕還是會被以色列繼續給拖着。那另外一方面，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目前的問題，就是說，現在是不是未來就是由伊朗來掌控？那通行的這個船費是每一艘200萬美元，還要付這個伊朗幣，幹哥又怎麼看？我們現在要搞清楚一點啊，這件事情呢，就是說你要通過我們這海峽，是不是要付200萬美金？如果你只是嘴巴講而已啊，穆吉塔巴也沒有跑出來講啊，領導人不是他自己親口講啊，可能是革命衛隊講的啊，我們就當作可能有這個風聲。現在不是，伊朗的國安委員會已經通過，要真的徵收荷姆茲海峽的通行費。而且以超級郵輪而言，一艘我收你200萬美金，毫不為過，而且真的有人付了。他跑了，然後沒有跑不成，你知道為什麼他跑了？因為後面現在有2000艘船擠在裡面，2000艘，聽清楚。大家可能會覺得說，我們現在每天還是馬照跑，舞照跳，你不知道荷姆茲海峽跟波斯灣的情況的險峻，沒人敢衝啊。大千剛才說已經有10艘過去了，對，那講好了，不然你衝衝看，革命衛隊一定會 IRGC 絕對不會放過你，所以沒人敢衝。2000艘船裡面包括超過20萬噸的那種超級郵輪，至少有15艘，那超過10萬噸的大概有60多艘，其他就是中型的貨輪，隨便一艘貨輪也幾萬噸的。你說想說2000艘船在裡面，
然後多少人在上面？我們以最低的人數來算，一艘船10個人來算呢，有2萬個海員在上面，在上面要自己洗衣服、吃飯，在海峽裡面擠在那邊。所以我跟你講，這個就是一個什麼？大家現在眼睛還看不到問題，可是它馬上一爆發的話，你就會覺得非常嚴重。所以為什麼伊朗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他通過這個法案，後來他們自己有修正，現在還沒有公布。他們說現在可能說這樣算一算，我們一天賺2.8億美金，可能會被我們自己的盟邦給數落。比如你盟邦誰？中國、俄羅斯啊，像這種國家就數落你了，賺太多了。好，那我們現在改用一個什麼方式？我們改用蘇伊士運河的方法。蘇伊士運河是怎麼樣？不是算燒的，算重量。你這個貨輪比較小嘛，對不對？那我們就少收一點。但是你這個超級郵輪比較大，那我們就按照那個重量來說，這樣聽起來比較合理，对不对？他說这個每天我們這個伊朗革命委員會算過，可以大概收5600萬美元，比每天收2.8億美元要對你們來講經濟實惠多了，這樣可能可以接受。所以如果這樣的話，到底會接下來伊朗真的是要這樣子收費的話，可不可以放這些船出去？那這樣世界經濟才有救嘛？不然的話，我跟你講，下個禮拜連塑膠袋都開始要漲價。我跟你講，我們現在外面謠傳，台灣連塑膠袋可能都買不到了。不是說漲價讓你去買，是連漲價你都買不到。那一天會不會真的到來？你戰爭再打10天，保證那種經濟的窘況就會發生，而且不僅僅是油價跟民生物資的價錢會上漲而已。那2000艘船，看它什麼時候要出來。好，現在整體的荷姆茲海峽已經陷入在戰火當中了，尤其現在伊朗封鎖了海峽之外，還威脅說有5000枚的水雷哦。那美軍這一回是嚇到不敢護航了，因為現在根據了解，沒有任何一艘船有經過美軍的護航哦，經過荷姆茲海峽。那美國的本土現在被威脅，恐怕伊朗的最新發言哦，遭到無人機來威脅美國的本土加州。等一下一起來特別關心。我們先來看到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之後，11日這一天有3艘的船遭到不明的飛行物體給襲擊了。好，這個是伊朗有特別去證實的，說確實泰國的散裝船失火了。當時可以看到畫面上就是燃起了黑煙哦，那非常的嚴重，火勢一發不可收拾，船員都撤離了。另外就是日本的商船三井商船，它的駕駛室玻璃破裂，因為也是遭到了不明的物體給襲擊，包括它的船體也都受損了。好，這是伊朗革命衛隊，他有說泰國船就是他做的。現在做了一個統計，從開戰到現在，在荷姆茲海峽上面被遇襲的船有14艘船。那麼來自於美軍這邊的司令部特別也公布了說，伊朗現在有5000枚的水雷，波斯灣地區恐怕變成水雷灣，要大家特別的注意了。伊朗繼續的嗆，他說戰爭何時結束由我決定，尤其現在1公升的石油我都不會讓它出口的。川普大家還記得嗎？他曾經說必要的時候啊，不要怕伊朗，因為美軍呢我們會必要時來護送油輪通過荷姆茲海峽，但是實在太丟臉了。來自於路透社最新的爆料，美伊開戰以來，美軍幾乎每天都拒絕這些航運業者提出的軍事護航請求，給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也很害怕被攻擊的風險是過高了，目前無法執行護航這樣子的任務。但是我們也來看到，現在石油被卡在荷姆茲海峽，受惠的唯一只有伊朗嗎？現在最新的一個數據顯示，伊朗的石油是出口不減反增的。其中還有運輸到中國大陸的石油，達到了1170萬桶的原油是到中國大陸。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將軍了。荷姆茲海峽5個小時內有3艘船遭襲，加上前美軍司令警告的伊朗，它有5000枚的水雷，美軍能止住下一波攻擊嗎？還有辦法護航嗎？將軍怎麼看？我覺得全世界現在市場經濟最擔心的事情就是伊朗用水雷來這個封鎖荷姆茲海峽，
因為水雷一旦布雷之後哈，你不是短時間之內就能夠清除的，也不是這麼容易能夠排雷的。在歷史上面哈，这個伊朗曾經在荷姆茲海峽布過水雷，那次布水雷是針對伊拉克，因為兩伊戰爭哈，他為了不讓伊拉克的油能夠運出去，所以他在這邊布雷。那當一布雷影響到全世界的經濟，這時候美國那時候總統是雷根哈，那時候雷根很生氣。就下令這個去排雷，結果沒想到美國軍艦去排雷的時候，就一艘的這種排雷艦就觸雷就引爆啊，造成這個毀損啊。當然還好，人員沒有太大的傷亡。那從這個過程之中，你就知道，就算是強如美軍哦，他要去排雷，他都有可能去觸雷，而且那個是雷根時代的雷哦，那時候的技術都能夠造成如此大的傷害。那第二次來講的話，我覺得在戰史上面有一次的這個有一次的布雷哈，是這個日本東京灣。那個日本在二戰的時候，他為了防止盟軍在東京灣登陸，所以日本自己在東京灣布雷了。但是戰後來講的話，美軍沒有幫他布雷，他就日本你自己去排雷，因為他知道排雷是很困難的。那這個伊朗有多少枚的水雷呢？如果說按他所講的有5000枚的水雷，為什麼他有5000枚的水雷？因為伊朗早就知道，大概30年前他就知道，荷姆茲海峽是他重要的一張王牌。他如果能夠將這邊封鎖，他就可以對全世界來講的話予取予予。所以他在30年以來，他又不斷的在精進，他怎麼樣來封鎖荷姆茲海峽。它不但有5000枚的水雷，而且它的布雷的這種不管是漁船或者是它的布雷的專用的布雷艇來講的話，聽說有到200艘這麼多可以布雷。那目前美軍自己昨天是說集成了16艘，今天又集成了說是累計到28艘哈。但是如果說這28艘這個對整個伊朗來講，它布雷的能力，其實我覺得是杯水車薪。如果伊朗存心要在這邊布雷，那可能後續很難去這個清除掉。尤其是說水雷哈，它如果傳統的水雷，漂流性的水雷，它飄哪裡你不知道。那再加上現在新的科技，包括有智慧型的水雷，還有磁吸式的水雷哈，這些對過往的船只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所以我認為這次的這種伊朗做這個布雷的動作哈，確實是準備要做一個玉石俱焚的動作。好，謝謝將軍。那委員又怎麼看？不過這個伊朗的油輪並沒有經過荷姆茲海峽，這個大家一個很大的誤解。伊朗現在還在賣石油，可是它不是經過荷姆茲海峽，它是把它的油田的確在波斯灣裡面蓋了一個1000公里長的油管，送到荷姆茲海峽外面阿巴斯港的外面。那個地方有一個新蓋的港口叫加斯克港，那個加斯克港是專門幫這個伊朗的石油運到那個中國或者其他地方去了哈。但美國並沒有封鎖它，沒有，所以它還可以繼續賣哦。所以它就不用經過荷姆茲海峽，它用水雷就可以封鎖。那我是覺得哈，這個美軍的前歐洲司令也太遜了哈。但是5000顆水雷你就覺得很困難，你這個打什麼仗啊？回家吃晚飯。這個一點用處都沒有，美軍就這麼爛，訓練出來軍官這麼差，你叫解放軍說5000顆水雷，解放軍說這會不會太小兒科了啊？真的是如此啊？這對解放軍一點問題都沒有啊！這美軍實在很差呀，一代不如呀，總統不如呀，那個司令也不如了啊。那你說哦，封鎖了以後啊，炸了幾條船？兩伊戰爭的時候炸了450艘船，那當時雷根總統就跟他不一樣啊。他當然是派水雷沒有，他只是很了當的就跟伊朗講，我只要一條船再被弄到的話，我就把你阿巴斯港所有的港口全部炸成廢墟，伊朗就收手了。啊，你說因為人家相信雷根做得到，那伊朗怕了，因為阿巴斯港炸了以後，他們幾代人都不要吃飯了。哦，這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問題哈。那你川普呢？啊，我護送了，我貼你保險費了。那個叫房地產商人，對不對？啊，如果是普丁啦，你敢，我2顆核子彈就把你伊朗從地球上掀開了。因為這種戰略對峙就會害怕嘛。啊，你要想說，你到底真的嗎？如果你看到好普丁，你會覺得他會；如果看到川普，你覺得這不會，不會差很多了嘛。這個叫戰略大師呀，哈。這個全世界真的像那種雷根啊，或者像那個普丁這種戰略大師，真的沒幾個啊。好，所以。這個整個這個戰爭來講，就是一個什麼賭意志、賭實力，哈，這個你意志從我一開始講川普哈沒有戰爭的意志，啊，那個什麼盧比歐那些人怎麼行呢？對不對？所以
應該這麼正確的講，應該是什麼啊？你現在美國不是沒有戰爭的能力，你有，你要把伊朗炸成地毯都可以啊，可是你沒有那個本事、那意志力，說我今天開始炸你300天，你敢不敢？你做得到，但你不敢，就輸掉了嘛。好，這個是針對於荷姆茲海峽的這個攻擊行動，來自於伊朗最新的說法。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現在其實讓西方國家很擔心的是說，會不會現在全球各地會引爆所謂的聖戰擴大的風潮？因為呢，來自於美國的 FBI 最新做了一個事情，他說伊朗擬定了用無人機會攻擊美國本土，而且是加州會成為攻擊目標。伊朗也直接喊話了，他說官媒點名是來自於伊斯蘭革命衛隊，說暗示呢會攻擊美國的6大科技巨頭，當中包括了 Google、微軟跟輝達等等哦。再來就是實際已經發生的攻擊行動，我們現在來看到幾起哦，包括了第一個這個杜拜機場遇襲，4個人受傷。那伊朗說了，接下來還會鎖定銀行。再來是華府現在提高戒備，因為這場戰爭，但是沒有想到最新消息，有一輛廂型車在11日清晨衝撞到白宮的圍欄。再來是紐約市長官邸出現可疑裝置，附近公園開始做疏散的動作。美國駐多倫多的領事館遭到槍擊。現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省长也暗示這一起行動是跟伊朗有關係的。那老師怎麼看這一些各種的攻擊行動？美國本土是否可能會失守？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不能小看 FBI 的警告啊，因為我們都知道这种無人機它的發射架可以很短啊，它並不是都一定要在機場的那種長的這個跑道裡面發行的。我們看到很多陸軍所使用的戰術無人機，就是一個發射架就直接一個角度就能夠推出去了啊。所以把它裝在這個偽裝的各種輪船裡面，貨輪、貨櫃輪等等啊。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FBI 掌握到這個情資，現在 FBI 的難度是在於是偽裝成為哪一艘船，那艘船現在在哪裡？是1艘還是2艘還是3艘？那目前來講還這個情資不夠，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FBI 應該再投下更多的錢。啊，因為這個錢不能吝嗇，不能少了，因為他的確需要情報資料來告訴，因為重賞之下一定有勇夫嘛，一定需要有人提供情報資料，他才能夠鎖定在哪一艘船。為什麼？因為如果說這個情報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伊朗已經的革命衛隊已經把他的無人機已經送上船了，然後這些貨輪也可能掛外國國籍的，可能巴拿馬國籍的，也可能維吉尼亞群島的等等的，我們也不知道他是掛哪一個國籍的船。如果已經目前他的情資說很有可能已經到了墨西哥灣，如果在墨西哥跟加州的這個也就是這個邊界線的外海上，如果有他從船上發射出去，那如果一次一次出去的幾十架，他往這個矽谷這個地方來攻擊，只要成功的，那這個影響很大，所以紐森也不敢掉以輕心，他已經跟國家的國土安全部門已經在開會，而且他們要確保加州不要受到攻擊。如果說加州的老百姓，或是加州的硅谷，或者是比較重大的銀行，或者是這一些這個您剛剛所列出來的微軟、谷歌等這些，如果說他們本身有受到攻擊的話，那這個真的是很大的事，而且是美國很大的事，也是全世界很大的事。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不應該掉以輕心啊。這是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裡面，我們很明顯的看到的一個部分，就是說伊朗要把中東海灣國家這些富裕的國家拖下水，然後讓他們來去給美國川普施加壓力。我覺得這個戰略會是有效的。為什麼？你看川普這從9號、10號、11號，今天我不曉得，3天他的改口3次，這代表他一直受到很多的影響，所以他翻來覆去，然後到最新的一次就是肯德基的這次的演講中，他說我隨時可以宣布結束，因為我們已經贏了，那就是代表什麼？他本身承受的壓力很大，所以他已經被影響了，他反覆猶豫不決了，這代表已經很多人給他施加壓力了，所以我個人覺得伊朗的這個戰略事實上是已經有一點效果了。是，好，那我們同樣的問題，楊老師又怎麼看？就是你剛剛看到蔡委員說，川普沒有戰略，他連戰術都沒有，然後他也聽不進去那些專業的國安或者是軍事的建議，一意孤行，
被以色列牽着鼻子走。那他也成功達成了一個精準的斬首行動，所以他是可以宣布勝利了。那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是，他不敢去下一波去進行任何大規模的這個戰爭，因為那真的是看不到盡頭。而伊朗現在跟你搞就是不對稱的消耗戰。那我剛剛提有2個層面，其實還有第3個層面。我剛才提了2個層面，第一個就是在軍事上跟你不對稱的消耗戰。那你現在以色列跟美國在反攔截飛彈上面，其實這個越來越少，越來越貴。第2個就是你在地緣上，荷姆茲海峽的這個跟你不對稱的消耗戰，你油就是出不去嘛。那過去我們看到歷史上，21世紀以來3次的油價飆高，都跟伊朗、都跟荷姆茲海峽無關。那這一次真的是荷姆茲海峽被封鎖，到現在為止，而且還真的船只被打到，那他就給你消耗。那第3個不對稱的消耗戰就是，現在的伊朗根本已經是被你打到就只剩一條褲子穿了，而且他在整合他自己內部的這個統治、治理，甚至各個層面，那政治經濟跟民生也不斷的被你消耗。那可是呢，你願意跟他這樣打下去嗎？哦，那消耗下去，除非你願意進行全面性的攻擊，你最後你拿不到任何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川普應該要看準時機點，你就是已經宣布勝利了。啊，其他的這些問題啊，我覺得都是小問題，然後呢，至於說伊朗後來怎麼樣，他的變化很難講啊，說不定他真堅持不下去，說不定他回到原來的那個態度，那又重新回到談判桌，也許不是跟你美國，說不定跟歐盟，說不定跟沙特，說不定跟中國談判桌，他會回去的。美軍現在號稱他們絕對是胜券在握了，但是被發現現在防空系統告急之外，庫德民兵真的能夠對抗伊朗的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嗎？伊朗的部分，他現在也攻擊了土耳其，要挑戰北約的勢力。那麼美國跟以色列聯手炸伊朗的飛彈口，能夠斷絕伊朗的後路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特別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的。真的嗎？如剛剛我們所提到的，美軍是勝券在握嗎？現在比較挑戰的是他的防空導彈。根據了解，是不是已經告急了？數千名的庫德族民兵能夠打敗伊斯蘭革命衛隊嗎？這一場戰爭到底会拖多久呢？再來就是現在呢，整個伊朗已經攻擊到土耳其了，北約國家現在都非常的緊張。到底要不要啟動自己的安全承諾呢？這個是打臉了川普，他說已經摧毀了伊朗的飛彈戰力嗎？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那美國跟以色列現在祭出了各種方法，要炸毀伊朗的飛彈發射口，但是能夠徹底阻止伊朗的攻擊嗎？今天我們都會做詳細的一個分析。好，美國總統3月5號這一天特別信心的表示，這一次美伊戰爭的軍事行動進度是超前的，伊朗海軍3天內已經損失了24艘的艦艇，來自於川普的最新說法，並且他呼籲伊斯蘭革命衛隊放下武器吧，接受豁免，否則必死無疑。接在川普後面的就是美軍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古博了，他特別提到伊朗的戰力正在大幅的衰落當中。他說，伊朗的彈道飛彈攻擊減少了90%，無人機的攻擊更是減少了83%左右。但是在這些話說完之後，我們也要特別來看到 Politico 這邊做的報道。他說呢，事實上，美國正在要求自己的國防部趕快加派軍事情報官進駐，因為他們覺得這一場戰爭並不如川普這樣說的可以這麼快的解決，甚至他們預估這場戰爭會打到9月份了。另外一個比較打臉的消息是來自於《金融時報》，揭露了一個美軍不敢公開的一個機密。特別來看到這個報道，特別提到了防空攔截在美軍的部分的彈藥庫已經到了危險的一個邊緣了。特別我們也整理出了幾個美軍很重要的系統，包括了薩德跟愛國者。來自於香港01的報道。薩德系統總數已經不到了650枚，一次援引就會全部被打光150枚。愛國者飛彈系統同樣的，現在也是非常的吃緊的。首爾最新今天新聞的一個消息說，美軍正在商談要調動駐韓的武器了，包括愛國者飛彈到中東地區，這都是最新的消息。另外一頭，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庫德族的部分，已經移師準備好待命了，在1周到10天之內就會來施行跨境作戰。
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來關心了。根據川普的說法是美軍已經勝券在握了，但是又有另外一個報道說這場戰爭會是消耗戰，拖到9月份甚至更久嗎？千名的庫德族民兵現在對上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因為現在看起來美國是不是不會出動他的地面部隊呢？那麼這樣子的能夠打敗伊斯蘭革命衛隊嗎？川普會不會讓自己陷入在長期的泥淖當中呢？我們請將軍帶我們分析。孫子兵法有一句話哈，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孫子這句話意思就是說，你打仗之前要做好各項的作戰準備，那你再開始去開戰，這樣你才有勝算哈。如果說是你一開始只是想先打這場仗，打完開戰之後，你在一邊打一邊在想說，我什麼地方沒有做到，什麼地方還要再加強。不斷的去補哈，這叫敗兵。就先戰以後，我再想辦法去求勝，但這場仗也是注定失敗的哈。那我们驗證孫子在兵法裡面講的這句話，不就是美軍現在所面臨的一個情形嗎？他一開始哈，這個認為他以海空軍的力量就足以威懾讓伊朗能夠這個屈服，但是沒想到開戰之後，他發現光靠海空軍的力量不夠啊，所以說必須要動用地面部隊。那開始的時候，他原來川普一開始講說4天，他想速戰速決，他認為他集結的兵力海空軍力量已經夠了，但是發現打了以後發現不夠哈，這個改成4週，現在甚至於說要打到9個月，這就是說一邊打一邊在做修正。那現在更扯的是要叫這個庫德族的民兵哈從北邊那邊來攻打伊朗。那我解釋一下。庫德族，中東地區總共有5大民族哈，只有庫德族這個民族是一個很悲情的民族了，因為只有他沒有自己的國家哈。我們不管看到波斯他自己有這個伊朗國哈，這個甚至於猶太都有以色列，這個阿拉伯民族有阿拉伯這幾個國家，那唯一遺憾的就是庫德族，他雖然說在這個地方有領土，有在這邊生存，但是他因為不是一個國家，就變成一個游牧民族。那當然被幾個國家欺負，尤其是包括土耳其啦或者是敘利亞啦，大家都在打他。那美國一直利用庫德族來幫他打仗。之前我們講說這個 ISIS， 他就是用庫德族去打的。那打完之後，事實上他就棄之不顧了，也沒有照顧人家庫德族。所以我覺得這次庫德族還願不願意再幫美軍打仗，這是很大一個問題。那為什麼要用庫德族去打這個伊朗呢？因為我們都知道伊朗他是什葉派。那庫德族他們是遜尼派的，所以他認為說可以借着這個宗教上面的這種矛盾可以挑撥利用庫德族來打伊朗，這是美國自己打的如意算盤。但是我們看現在證明幾件事情。第一個，川普我想說他會想要動用庫德族，證明一件事情，證明就是說你光靠海空軍的力量是不足以這個屈服這個伊朗這個國家的，必須之後再怎麼樣你都要動用地面部隊，才有可能結束這場戰爭，這是第一個證明。這個我們之前所研判的沒錯。那你川普要打這場仗，從頭到尾你都沒有準備地面部隊在這邊，那臨時去拉了庫德族來打。第二個，我們看看伊朗這個國土，這個打仗來講的話，天地地我水這5個因素你要考慮進去。天候地形，那我講地形好了。地形來講的話，伊朗之所以數千年以來沒有被其他國家沒有被其他民族所消滅過，就是因為它的地形非常複雜，它4周環山都是山脈，然後國土縱深非常的深遠，你靠地面部隊要入侵不是這麼容易。我們都知道，從海岸線到這個德黑蘭要1000公里長，1000公里你作戰縱深要多久啊？那你光開車你要開多久？那你運這個彈藥要運多久？如果說你只靠這個庫德族民兵的力量來講的話，它畢竟只是一支游擊隊，它沒有持續的戰力你後續來講，後勤補給、彈藥、糧秣等等來講的話，他如果說就算庫德族從北邊那邊入侵，他打到德黑蘭，我覺得他力量是不夠的。那第三個，我們看這庫德族現在你能夠動員的兵力也不過是數千人而已。那數千人大概就是一個團的兵力，一個旅的兵力，不到一個師的兵力。大家要曉得伊朗來講，他雖然海空軍現在長期被美國所制裁。所以他海空軍是很弱的，他幾乎沒有什麼海空軍所以一開始這個川普講說，海軍已經徹底被打趴了，空軍也沒什麼制空。可是不要忽略了伊朗來講的話，他的陸軍作戰力量還是非
非常具有實戰力，尤其是他的革命衛隊哈，這是很有堅強的地面作戰部隊。所以庫德族就算是你動用庫德族，那能不能夠擊敗這個伊朗的地面部隊？我覺得這存在很大的疑問。所以我們看出來，川普來講的話，他這場戰爭哈，他已經是一邊打，他一邊想辦法還要求勝，那已經注定所謂的敗兵先戰，然後再去求勝。好，所以我們看到整體美軍現在戰力的部分，在海空上面補給發生了很大的一個空缺的問題，這是來自於美方自己的媒體自己證實的消息。那兵力的部分呢，現在同樣是面臨很大的不足哦，尤其現在光靠庫德族是相當不足夠的。包括了伊朗现在都看在眼裡哦，持續的擴大它對於其他國家的攻擊，現在呢已經達到了，在這幾天達到了北約的成員國土耳其去了，當地的這個應急立刻空軍基地發射飛彈，這邊注意了，駐有大量的美軍。雖然說這個飛彈後來是被攔截下來了，但是北約的國家現在其實都非常的緊張。北約國家現在已經在討論了，大家是不是應該要在這個時候啟動共同防禦條約呢？在內部已經掀起了非常多的討論。那麼美國跟以色列現在另外一方面，則是派出他們的這個偵察機在某些已知道的這個伊朗地下飛彈城的上空做盤旋，如果有發現什麼任何的活動，會立刻派他們的戰機跟武裝無人機來針對發射口進行攻擊。這個伊朗手上還有哪一些長程的飛彈呢？如果只是打這個發射口，打不到飛彈城的本體，真的能夠摧毀伊朗的戰力嗎？張將軍又怎麼看？因為這個伊朗算是被動反擊。因為都是美國跟以色列先去炸伊朗，伊朗他針對這11個國家啊，包含土耳其、亞塞拜然，還包括整個中東區11個國家實施飛彈反擊，它是反擊、自衛反擊、被動反擊，而且它針對的是美軍的基地，他不是說要打土耳其、要打亞塞拜然，不是，是打他的美軍的基地。美軍在那邊，我不打你，你戰機起飛，你的飛彈這個來實施做對伊朗實施攻擊，那我就他們只能乾瞪眼了。當然，這個飛彈或者是無人機過去的，可能有中途被攔截，打掉之後，它剛好掉到土耳其境內了，那可能炸死了這些土耳其的老百姓呢，亞塞拜然老百姓了。那不管還包括約旦、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巴林、卡達、科威特、伊拉克多了，敘利亞等等太多了。那這樣子的話，那你要怎麼去算？那今天伊朗它只是一個自衛反擊嘛，因為它被打了嘛，是這個狀況。那現在伊朗最多的它飛彈主力是流星3號，流星3號可以打到1300公里。你看看，你现在把你一畫，你包括以色列啊，包括土耳其都畫到了，亞塞拜然都畫進去了。你看可以畫那個半徑圖，1300公里一畫進去，那它又是慣性導航，再加上可能它可以有利用美國那個不是美國的 GPS， 而是中國大陸的北斗。那叫定位又比較精準。那當然，美國或以色列它會發射大量的愛國者3薩德系統，反導系統就出來了。但是我們知道反導系統畢竟貴，你每一枚大概400萬美金，就是1億多台幣啊，非常的貴啊。那你又不是1枚來攔截，你打2枚到3枚啊，來攔截這個彈道飛彈流星3號，那是不是就會變成4倍公辦？對美國來說。那伊朗就繼續打，伊朗到現在目前為止已經打了500多枚的地對地的導彈，已經使用了2000多架的無人機，已經用到目前。那它還有沒有庫存？我認為有，但是在山洞裡面啊，美國去炸山洞口，問題這個山洞口好幾個山洞口每一個基地都好幾個，不是說一個炸完就沒有，旁邊有南洞口、北洞口，還有備用洞口。是，那你能夠通通把它炸完嗎？所以防不上，因為伊朗它是盆地。高原還有山脈，它地形的山用地形，它直接挖就可以，它又不是像烏克蘭這一眼平川大黑土地帶，不是因為伊朗跟北邊的阿富汗還有東邊的巴基斯坦，他們是地形都是山脈高原，這不一樣。那山脈高原我覺得打進去就是山洞了，那你怎麼炸？美國用碉堡克星，美國用鑽地炸彈去炸，但是問題是你的厚度是有限的啊，我在下面你怎麼炸？你只能炸洞口。洞口位轻轻就出来了，裡面是好的，你洞口炸爛，但是裡面是好的，是這個樣。所以真正要毀滅、一网打盡伊朗的無人機跟地對地的飛彈，我認為蠻困難的。同時，美國現在面對3個壓力：第一個時間壓力，本來說打4天，或者說打2個禮拜，現在說我們可以打4個禮拜啊，那4天變成4個禮拜，你不增加7倍啊？或者說，美國是面對了時間壓力，而且知道現在美國的啟動權現在已經開始初選了。都有這方面的壓力，都已經開始了。
所以時間的壓力，美國必須面对。第二個壓力，庫存壓力，它向韓國調撥，沒有向日本調撥嗎？你敢講嗎？對，沒有向台灣調撥，你敢講嗎？那只是有人講，有人還不敢說。我向你調撥，你還可以還不能咋呼？換句話說，美國現在能夠的，不管是愛國者或者其他的遠距遙攻精準武器，去用差不多了。那現在要調撥，要不然我也沒了。那伊朗還有，就我們伊朗還打我，我沒有攔截，不行。那他為什麼向歐洲調撥最快那麼近？不行，因為像烏克蘭戰爭那邊，他現在有戰爭急需，不可以向歐洲的調撥，那像亞洲吧，對不對？朝鮮半島現在也沒有什麼狀況啊，對不對？這個黃海、東海也沒有任何狀況啊，可以。所以美國它现在有庫存降低的壓力，現在顯現了。第三個，國際能源的壓力。你這荷姆斯海峽被伊朗這個封鎖，大家能源都叫苦連天。這個東西，國際壓力或者能源壓力會回到美國上面，是它就要面对。越久，它的壓力會越大，因為大家缺的東西了，股票都往下，又都往下修了。這是經濟壓力，這是能源壓力，這個是整個國家壓力的表現。這會回到川普，會回到美國身上啊，所以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會隨着時間越久，壓力會越大，三股壓力都會集中到美國身上。好，所以看到现在美國面臨軍事武器庫存的壓力之外，還有同時來自於國際各方給予美國的壓力。那其實在這個時候，美國還是希望能夠介入到伊朗的神權，能夠把這個神權教士給滅了。那川普現在積極介入的就是，雖然說哈米尼被斬首了，但是呢，現在傳出來說哈米尼的次子會擔任接下來的最高領袖。那這一位是穆吉塔巴。川普已經說了，穆吉塔巴如果要接任的話，我是不可以接受的。川普也向這個《紐約時報》透露說，他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當時呢，這個針對委內瑞拉，他想要仿效這個案例，協助委內瑞拉來建立新政府。他說，伊朗也要做一樣的事情。但是當然了，這個專家也特別做了分析，伊朗比委內瑞拉複雜多了，裡面要涉及到的包括了有宗教領袖的體系、革命衛隊，還有軍警等等。川普要介入神權，真的做得到嗎？聶老師怎麼看？OK， 我覺得川普啊，從某個角度，他應該心中是蠻慌的。表面當然好像很鎮定，因為他拿着他美國的霸權，認為他什麼都做得到。第一個，在武的方面，剛剛已經講了。第一個，他很喜歡用代理人戰爭，這是最聰明的做法。但是他也不夠智慧，因為剛剛也講庫德族人數有限，力量不一定夠。但是這是他的一招打法，因為美國必須要用代理人，他才有辦法穩住他自己的後盾力量。第二個呢，剛剛武器的短板也非常明顯。他為什麼到韓國去調？他自己實力不夠嗎？他不是很厲害嗎？一下就可以幾秒鐘或幾天就可以把對方這個折服，不是這樣嗎？你發現他武器短板到達什麼地步？到達他一下子650顆薩德飛彈，一下子用掉150，他不知道未來如果還有別的國家要跟他敵對，他怎麼去敵對？當然，我講一個他最大的敵手，他將來會出很大的問題。第二個呢是文的部分，你知道嗎？他原來這個信誓旦旦的認為說啊，我哈米尼我把他這個解決掉之後呢，很快我可以搜索追蹤他所有的接班領導人，也可以把他馬上幹掉。結果呢，他也很高興的說，你看這些接班全部都被我們解決了。結果沒有想到，其實啊，伊朗真的跟委內瑞拉是完全不一樣，他完全忽略，也就是智慧真的是不夠，只是聰明有餘啊。達到了什麼地步？就是因為它的複雜性是這樣子哈。第一個，在它的這個在革命衛隊這個真正的神權體制裡面呢，實際上它的每一個忠心的這個神權的人都是非常忠心的。當你打掉了部分人，其實每一個都有可能去接班，而且他們會同仇敵愾。這個同仇敵愾還不止如此。如果川普呢不接受他的兒子啊，剛講這個所謂的穆吉塔巴，這是他的次子嘛，當然這個長子還有他的一些女兒也同時遭殃。但重點是，他來接手，他當然不會接受，因為他一樣會有非常大的一種對美國這個非常痛恨的心。但重點來了，他即便想要去找過去反對這個神權制度這些這個所謂的這些這個接班人，但重點來了，其實你會發現他們的複雜性是這樣的，即便是反對這個神權制度的這些人，他們也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因為啊。這個伊朗這個國家，其實大家要了解它的歷史，在西元前550年到西元前330年，它叫波斯大帝國啊。這個帝國跨歐亞非大地啊，就居魯士把這個國家弄得多強。從那時候開始，他們是有歷史背景的。波斯這個帝國呢，讓他們非常民族自信。其實這些反對是因為伊朗它的整個宗教的文化，讓他們非常的壓抑，也就比較保守。這些比較親西方勢力、想要西方化的人，是希望他們的生活好、經濟好。比較有自由派，他們反的是神權制度，但是不是反神權，因為神權主義
是夾雜了他們非常複雜的民族主義。即便是反對的人，他也不會完全支持說你今天來幫我推翻我的爸爸，叫我爸爸下台，我要接掌爸爸的事業。結果你不要把我爸爸殺掉了。今天美國是把他爸爸都殺掉，現在連下面反對黨的很多都改變了，說美國竟然來打我們、殺我們自己的人，他們也跟着現在神權這個支持派的人一起，即便他不贊成最原始的這些人，但是他也反對了美國。所以你會發覺，川普他現在要找接班人的確不容易。所以我覺得他慌了。當然，他最不能接受是他那個同個體系下來，他自己是哈米的兒子來接班嘛。對。他一定會非常的用更極端这個抵抗抵抗這個美國。當然，他可能不會直接打美國，在美國在中東所有的這個軍事組織也好，或者說軍事勢力也好，或者所有的美國勢力在那裡可能發生的都會做同樣的一些反擊。現在重點來了，美國很奇怪，美國現在發現他打下去打這個不是他想象的。我講川普不是想象中幾天就能夠收割了整個伊朗的所有，發現他好像要慢慢調整了，要多了幾週，甚至還多了幾個月。我覺得這個以伊朗的神權主義加上民主主義的結合，他們的同仇敵愾未來的這種民族性，美國可能會跌破了眼鏡。